雪啦，啲雪係咁喎。即係可能中文譯名咯，其實有啲即係話唔同，因為即係。还好我们安全的抵达了酒店了。他是一个很疯狂的电影人物哦，他真的是很像看活生生看一个香港电影，他超激动的，而且他整个人驼背的很厉害，他可能以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你也不知道什么大哥人物。哇，他开得很快，根本就是飙车一样啊，就是飙车啊！突然间，这家饭店是有历史感的，不过呢，看得出来还是有在用心的维护。就这样。不过还好啦，有窗户，窗户不能开的，然后有书桌，局促。不过床看起来好像挺舒服的啦，床是大床，然后一个衣柜。这边右边是我的，左边就给我先生这样子，在这里度过4晚。现在才7点49，可是感觉就好像已经很晚了，那种冷冷清清的感觉。好像10点11点这样，哇！现在温度大概10度左右吧，穿着毛衣走路还挺舒服的，但是要围个围巾。这个就是一个好像很多坡，香港就是跟台湾不一样，就这边好像很多山坡哈。这边很靠近 YWC 的亚街老街哈，我们去亚街老街看看，它应该是说这边吧。这是不一样的那种。老街的情怀就在香港看到好多的高楼大厦，不管是商业大楼还是住家大楼，都是高耸入天。特别的店哦，选择障碍。最后我叫了这个13妈净水饺，14只，它就是每种口味的水饺都有，很不错。然后加汤加2块。然后我先生叫了这个韭黄鲜虾鲜肉水饺，面啊，你有加面啊？那种好像小店的温馨的那个风味，它上面的这个灯笼还挺漂亮的。我特别喜欢这种家庭式的餐馆。这个云吞，我再给你一些水饺，还给我几条面，谢谢。那个水饺来了，分了一些给我先生吃。它的水饺确实不错，就是各种口味的都很像自家制作的，非常的健康，而且有养生的感觉。香港的那个高楼比较多，比台湾的密度高一点。8点45，搞到现在好像已经11、2点了这样子。大家都回去睡觉，因为天气冷嘛，就是街上没什么人，冷冷清清。冷到手插口袋都不想伸出来。哎，这种天气真的是，好怀念哦。开心哦，他就叫你要往左咯，然后叫你往右。我一直觉得新加坡很缺这个，常常忘记往左还是往右。染布房街，香港有一些很有趣的街名，像是洗衣街啊、染布房街，这个声音都还挺大声的哈。那为什么香港的红绿灯都很大声？我原来以为旺角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，不过这次去才发现，其实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热闹。你要不要买鞋子？这个地方似乎是年轻人的店比较多。这里有台湾夜市的影子，但是没有像台湾卖那么多的小食物。台湾也常用这种帆布啊。在山东街，女人街也跟台湾的夜市很像，不过我因为想吃食物，就觉得有点可惜，都没看到什么好吃的摊贩的食物。它有蛮多小餐厅，但是就是没有那种一摊一摊的像台湾夜市那样的食物摊。旁边就是餐厅哦。终于看人家甜点，就是大排长龙哦 ，Almond Natural 港式糖水。这条是豉油街 Soy Street。你说什么？豉油街哈？豉油街。
这房间挺舒服的。虽然呢，我们的东西摆一摆就变得还蛮挤的，但是呢，还是有走动的空间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它还算蛮干净，厕所也是，感觉就是有整理过，那不会让人家觉得有看到任何的，好像有什么很明显的瑕疵跟污垢，不会让我觉得恶心。那我就觉得这样就蛮值得咯，至少好像可以在这边安心的休息。第一天就抱持着一种有点紧张不安的情绪，但是呢还好出去走一走之后呢，觉得跟台湾还是蛮接近的，虽然不完全一样，然后也吃到了很好吃的水饺店，那边的老板娘也很亲切。最感谢的就是我先生选的这家饭店呢，还颇为舒适的，就不管在这个动荡的城市里，好像总算有一个安心的地方。来香港之前就被警告说会有一些仇中的情绪蔓延，那我觉得就旅行来讲，不要期待的太多，会失望少一点。这个床很好睡，冷冷的温暖，来拍姜黄水，因为喉咙不太舒服。我先生那边应该也是旅馆吧？好像又不是，好像是住家，感觉是住家啦。我通常都会把床铺好，这样子可以坐在这边读书啊、看电视，很舒服的。昨晚睡得很不错，蛮好睡的。太冷了，在路上买了一双30块港币的手套。这肥肥嫩嫩的，好吃，外面脆，里面软，果然好吃。饱，有沙包就是给你吃饱的，很漂亮哎！哎呦，烫吧。这家点心道的港点不错，不过它是属于比较现代化的港式点心啊，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推车。不过它每一道菜我都觉得蛮不错，蛮美味的。腐竹好特别哦，还送蘑菇，好像健康的那种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像好像没有炸过的这样子，就比较水，包的都是菜啊。哇，你看这虾好大。去旺角站坐到那个中环交易广场。早上会想要坐山顶缆车到太平山上去看维多利亚港，然后下午会去湾仔基督的教会教堂看看。上面没有标示，在门才知道，就是只有常来的人才知道。看到这种逃生标志，你就要留意一下那个门是不是有厕所，不然你是找不到厕所。问人也是问不清楚。皇后大道中，我们现在走去那个缆车的站，希望可以顺利坐到缆车。这是圣约翰教堂。香港感觉就是很多山坡，很多的山路要走。律政司的这个建筑物很美，很漂亮，很简约，很高雅。那里就是缆车站了，买了来回票，成人1个人港币来回票108。这是香港最古老的交通工具——山顶缆车。头椅感觉很新好，坐起来凉凉的。坐在最前面是最好的，是哦，才可以拍到。所以哪里有建筑物，哪里有倒下去。
镂空的，你说对了，上面是镂空的，对，玻璃上面是镂空的。洗头的时候那个一直要给你压下去，没有帮你扶着，帮你扶着，在洗头之后没有帮你扶着的那种感觉。你有脖子很酸，你自己要扶着，怎么没有人扶脖子啊？只有我觉得脖子酸了。就是这样慢慢走，很舒服的，很平坦的。哇，你看它上面那个要钱的，就是上面那边哦。那个就是我们刚刚坐那个缆车上来那个。我终于来了，感谢神！我终于来了维多利亚港，还有太平山了。这真的是冷冷的，凉凉的，空气很好。这一条道从卢吉道，等一下，忘记那个是什么道，嘉利道，这都是很容易走的路。这边就很漂亮啦，所以本岛是这样哈，被山包围哈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维多利亚港。这里就很辽阔了。要在这里照一张吗？这很难找。卢峰自然步道，火山形成的。周润发不会，他不会来这种游客那么多的地方啦，他一定是去人比较少的那种。我们现在走回原路了，因为夏利道太远了，我们就再沿着卢吉道走回去，这样子，就这样也走了已经7000多步了。坐山顶缆车的时候，最好是坐靠近海的那一边，风景会比较好。我感觉下山的缆车的速度比较慢一些。山顶缆车算是一个有一点特别的体验，不过呢，也不是说太过的特别。教堂就去你住的地方看看。坐电梯上去坐楼上比较好看。闯关游戏一样，走到了，穿过了天桥人行道，走到了这个金钟站。这是警察局啊。这边真的是高楼大厦林立，快要到了教堂，我们先来踩点。1楼要走一点小楼梯上来。哦，哇，好隐秘哦，蛮大间的啊，怎么都没有人呢？蛮大间的，我觉得还蛮有规模的啊，还不错的。龙哥，热水，这个葱油，这家看起来就很好吃。离开教堂之后，我们找到了一家附近的荣哥烧鹅店，它的烧鹅确实好吃，皮呢很脆，而且呢有很丰富的鹅油，那皮很油，很好吃。现在是下午茶时间，你可以点烧鹅饭，然后配一杯饮料，是港币45块。我喝的这一杯咖啡非常的浓郁，其实很好喝，但是我可能加了太多白糖，然后又太浓了，所以喝完了之后我就不舒服了。这是我个人的体质问题，因为我可能对咖啡因很敏感，没有办法在下午的时候去消化这个咖啡。现在坐去Happy Valley 的叮叮车。现在坐在叮叮车上，觉得很棒，因为还好1楼有这个大窗户的位置，我可以
尽量的呼吸到外面的空气，吹到外面的风，我就不会减轻我刚刚喝咖啡的那种不舒适的感觉。好多人哦，好香哦！这边就比较像夜市哦，你看有一些小摊子可以买。米兰站这边是米兰站哎。叮叮车是一个有趣的交通工具，其实我很希望各个大城市甚至乡村也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，就是交通工具跟人民的那个居住的那个环境可以融入在一起。当然可能如果要融入人的居住环境，可能那个噪音要稍微再减轻一点。不过我真的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亲切又很方便，然后又很可爱的交通工具。这边是铜锣湾一带了哈，铜锣湾湾仔的本岛。漂亮哎！这个就是跑马场啊，这个山很高啊，所以我们又到了。哇，它这个山好高哦！这边的山就是真的是山。把阳台望过来就是望到你家。再见了，这就是我们刚刚坐的叮叮车，最好的位置就是我觉得最后面，然后有开放的窗户的。不然刚刚喝了那杯咖啡之后，我觉得好胀哦。还好我站在那里比较舒服，比较通风。去回忆他以前住过的地方了，希望他可以找到他以前住的房子。就住这个有阳台的20楼，这云地立台。要到我家去就要走这个斜坡。就是这个 van。好可爱哦 ！Hello。现在打算看坐叮叮车去中环搭渡轮去天星码头，搭渡轮回到尖沙咀那边。窗户在开着。窗户是可以调节的，可以打开的，超棒的，怕没空气，超棒的，超棒的。最怕密闭的那个空间。我们现在要坐叮叮车到中环去搭天星小轮，然后呢，现在坐的是2楼，它的窗户好棒哦，可以打开的，可以自己决定要开大还是开小，这点真的是给它5颗星。下午我们有走过这里，就是找那个地铁站走到这里。天星小轮有非常多的乘客，我想很多是游客要搭乘。超多人要上这个船去尖沙咀。哇，夕阳很美。船程蛮短的，应该大概5到10分钟就到了吧。文化中心嘛，以前我先生在这边看罗文的演唱会的。本来想要在这边休息一下，找个位置坐，结果没想到都充满了游客，居然连一个座位都没有剩下。很好，有荧幕看很好，这样就不会坐过头。下层比较。今天我们吃了好吃的港点点心道，然后坐了山顶缆车到了太平山上，看到了维多利亚港。虽然只是白天的景观，我觉得也是很漂亮。然后呢，又搭了叮叮车，并且坐了天星小轮回到了新界。
这一天已经走了2万多步了，所以坐完了船，我本来想去星光大道了，却再也没有力气，就坐了公车回到饭店休息了。那么明天再继续我们的探索吧。